直接先给了我爸，然后我爸把它放在家里面，然后都落灰了。看到了老师来合肥了嘛，然后我就想把它带过来，让老师见证一下它是不是就是真的。那对它有了解吗？我只知道它叫黄釉盘，其他的我也不太清楚。我爷爷告诉我，这个非常的贵重，下边可是有款儿的。大家觉得这个盘子看起来怎么样？应该说这个盘子看上去以后显得非常精致，但是从包浆这块来讲呢，好像还是有一些质疑的。我个人认为，它应该说是一个高仿的，可以用来装水果、装车厘子之类的。这个有点假，看着不太像是明朝的。后面的那个落款啊，只有一个字是繁写体，其他的字太简化了。那这么看来，大家伙都觉得这个可能是新的呀？我觉得它是真的。我现在问了一个问题，弘治知道是谁吧？元朝的皇帝。对啊，这个皇帝有什么那个特点吗？他那个时候制造业这一块来讲还是比较发达的，艺术也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。没错，弘治皇帝啊也是非常奇葩的。第一，中国历史上这么多皇帝都是有3宫6院，可是他只有一个皇后，一夫一妻。第二，这个皇帝啊他比较勤劳，比较节俭，所以我们在明代的时候啊说弘治中兴，就是他那一段比较政通人和。你看瓷器啊，弘治皇帝就什么黄釉是最好的。他的黄釉就是什么叫鸡油黄，你看像个鸡，那个油啊熬了以后凝固以后，你看一种很淡雅很嫩嘛。这个东西有弘治。可是呢，到了清代康熙的时候啊，有康熙仿弘治。到了这个清代晚期的时候，还有清代晚期仿弘治，就下面写着弘治，但是呢，它不是明代的，它是清代的。那现在仿弘治的话，那就是水果盘。那现在还有没有改变主意的？应该说这个盘子1万块钱，就是精致的程度，应该说，不值1万的话，也得在6、7千以上。不是1万块钱，现在给你，你要不要？暂时不买的。小姑娘2000块钱要不要？不买，如果几十块钱的话，我会买。你呢？我肯定5000。怎么到我这还涨呢？古董会这么挑吗？是不是？你看啊，明代的东西啊，这个黄釉它有个特点，它是在白釉上面再施黄釉的，所以它看上去啊非常嫩。可是清代的那个黄釉啊，它是在胎上面直接施黄釉的，所以清代的你说康熙啊、雍正啊那个黄釉呢，就看上去啊像个镜子一样，就玻璃光泽感比较强。这个很明显，你看它是白釉上面，你看哎，这在上面你看见没有？盖过来了吧？所以为什么我感觉徐老师它的颜色很不均匀嘛？它中间的话黄色就很鲜亮，然后周边的话就有点黄白的颜色。非常专业。你要知道，单色釉除了白不能分辨色阶外，其他的红、黄、蓝、紫，不会均匀的。如果说很均匀的话，一定就是现代。为什么？柴窑烧的你是不可控的呀。真正弘治的黄釉啊，都是上百万啊！小姑娘，你觉得你爷爷留下来的东西会值上百万吗？我觉得值。那正儿八经的说，现在10万块钱卖掉，你会肯吗？可以。刚才还说价值100万呢，现在10万都想给卖出去了。你问问他们，那你这不是纯亏吗？对，你问问他们。你不应该问我10万块钱要不要，你应该问我200万要不要，我可能会考虑一下。这件东西啊，因为第一釉质非常肥，第二你看它这个款字啊非常淡雅，属于平等轻妙嘛，对吧？而且写的这种官款的样式啊非常严谨。第三，你看这个修竹啊，厚薄不匀的，所以这件东西应该是什么？明代弘治的正品。大哥想问你后不后悔？现在让你2万块钱要还要吗？现在不给他了，现在谈都不要谈。一般拍卖场上啊，这种东西啊，要几百万吗？差不多在180到220之间。但是呢，这个上面其实是什么磨损痕还是有。这个呢，给他一个130万到150万之间。所以跟你老爸说啊，这个东西不当一回事啊，正儿八经的好东西。恭喜你鉴宝成功，送上华域之门的收藏证书，恭喜！今天呢，我带来了一件藏品，木质的盒子再加上这个扎带，这不就是典型的日式的吗？没错，那这个盒子呢，它是典型的日本盒子。那么日本盒子跟我们的盒子区别很大。那咱们打开看看。呵，您这是一个小鼎啊，
但这跟我在博物馆里见到的完全不一样。是吧？你看博物馆里司母心鼎多霸气侧漏啊，而且又那么大个儿，您这太迷你了，像是咱们现在玩的小手办。那大家伙猜一猜，它这么小是用来干什么的呢？我猜是烟灰缸。烟灰缸。对。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装饰品。我看着像个酒杯。对，它感觉还更像一个酒杯。就是我的父亲啊，他比较喜欢收藏这一块，这等于是家里面的。然后最近我有个朋友，他就看上这个了，一下就相中了。哎，对，死命淘活跟我要，还说要用辆车来换我这个东西。用车来换？那车是5万的车还是10万的车？都不止，比你想的都贵。但是我又不知道它这个具体值多少钱。我还有一个疑问啊，你看博物馆里，青铜器它的颜色都是青铜的，要不就是黑色的，那为什么它是金色的？难不成这是黄金吗？我觉得它也挺像黄金的。那如果是真黄金的话，那个值我觉得对，我觉得它非常值钱。大家所疑问呢，也是我的疑点，所以啊，想请大师给我鉴定一下，我这个东西啊，到底照不照？哎，照不照是咱这儿方言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对，它在我们合肥啊，照不照就是行不行的意思。就是用我们河南话来说，看它到底中不中。哎，对。那这个鼎呢，它小。那我们博物馆的那个鼎啊，包括大科鼎啊，都是巨大的。那个鼎它是上3代的鼎，就是夏商周。从宋代开始，我们就开始仿制青铜器，那么一直仿到清代、民国都在仿。老仿它也是古董，但是这个仿呢又分为日本仿和中国仿。区别在日本的仿的铜器啊，它工艺比较繁琐；我们中国的铜器呢讲究简约美，这个是中国的，不是日本的。到底是什么年份的，什么老不老？首先看器型，夏商周的器型整体偏大，宋以后的很多这种礼器变成了实用器，变成茶具、香具或者插花的，它的这个作用啊已经不一样了。这个鼎是个小鼎，我从器型上看，这是一个香具，是香炉。香炉，对。那我再讲它的年份，大家觉得是什么年代？元朝。明朝的。我觉得是清代的。大家看这是什么纹？狮子。饕餮。饕餮纹，这个饕餮纹跟我们夏商周的饕餮纹它不一样。夏商周的饕餮纹是浮雕的，可是我们这个是什么？刻的，不立体。大家看，只要是看到后面的仿古铜器上是刻的工，它一定年份晚。那么第3个点是什么呢？我们夏商周的铜器是什么铜？青铜。对，青铜。可是呢，我们到了宋以后的铜是什么？黄铜、纯铜为主。那大家看啊，从这个它的镂铜点来看，这个铜是红铜，它不是青铜。那它究竟是哪个年代的？那明代是以简约为美，那么清朝呢，纹饰是非常复杂的。从炉子的器型来看，这个就很简约。所以说这个鼎呢，经我鉴定是明代仿古鼎式炉真品无疑。可以。哎，大师，您刚刚又说了，这又是明朝的，然后又是中国的，为什么会在一个日本的盒子？那是不是可能回流？是这样，就是从民国开始啊，日本就在大量的收购中国文物，所以说他们收藏回去以后都会做一个盒子，在这个木头盒子上面呢，有的会写上文字。原来如此。那它的这个价值有到豪车的级别吗？这种器型的，大家记住，只要是鎏金的，价格就一定是贵的。其实这个市场价应该在30万左右。哦，30万确实可以买一辆不错的车了。但是我跟你讲，车买了以后贬值，对，它可以升值。那肯定不换了。恭喜你鉴宝成功，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，恭喜您！谢谢。这是我老婆洗过的这个。广东省造双龙的，这是慈禧太后祝寿前，这广东双龙的这个存世量呢是很稀少的。早在20年前的这个中国银币图录当中，这些东西都标注都上百万的银两啊。首先，银币它是银，直观上看到的你这5枚，你看从质地上来看呢，是不是有3枚都微微发黄？这个钱是制造量非常少的，
就是能得到它的人参加皇太后寿辰的时候的王公贵胄，还有一些有级别的官员得到的赏赐钱。所以呢，在保存方面呢，它一定要有100多年的老银在保存状态之间的那种生锈状态的那种包浆。您的这个呢，你刚才讲到的关于清洗，首先这个材质不对，接着上面的黑乎黑漆漆的这些东西都是人为故意做旧出来的，为了让你相信它是老的有流通年纪，所以制造出来的蒙蔽你的这种包浆。现代制品不是古董啊，没有收藏价值，好吧？你花了多少钱买的手心？这个花了600块钱。什么时候花了600块钱？2020年，新的。首先我们看它这个造型，这个叫什么呢？双天鸡耳这个炉子，这2个耳朵是个天鸡耳，整个呢这个造型呢比例呢，其实说实话有点失调。真正的老的炉子要比这要矮一点，它这个呢往上拉了，对吧？整个造型比例第一点。第二，我们看它外表的这个包浆的状态，这个铜的这种状态，这种黑色，他说撇油，就是腐蚀性的这种做旧的东西给做出来的。它这个款式大明宣德年制，款式呢字呢也是比较弱，内唐的，有残留的石英砂。你只要看到这种石英砂，就知道硅胶翻模铸造的。这个方法是上世纪80、90年代以后才有的，包括它上面这个錾刻的这些纹饰呢，都是机器錾刻的。但是呢，你说你前几年花600块钱呢，也不贵，所以我觉得就留着玩，作为在家烧个香。啊，是一个盘口区。玩了多少年了？家里面老人，家里边老人的，对。咱们能不玩最好别玩。就是老人传下来的东西呢，也就算了。这个和这个，你还戴着手套，其实这些皮壳啊，都是人工做出来的。你看这个呢，又有点辽代的风格，所有这个东西堆塑啊。这个起线啊，一定是叫有棱有角，不会这样含含糊糊的。你包括这个模印，这是模压成型以后贴上去的，包括这个也是模压成型以后接章上去的。你包括这种上面这个釉子，你看这个黄釉所谓的开裂，正儿八经在土里面出来的情况之下开裂，不是这样开的。所以这种东西啊，都是什么？现代在三门峡的渑池那边啊，就做这种。都不对是吧？都不对。